AI 巨头的 IPO 之战已经杀红了眼。OpenAI 的上市申请递交不到3周 ，Anthropic 就甩出了藏了2个月的底牌，所有人都在谈论他们的新模型降价4折，没有人意识到这根本不是价格战，这是一场规则的重置。今天这件事会彻底改变整个 AI 行业的游戏玩法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会看懂 Anthropic 这次动作背后的3层战略布局，会明白资本现在真正在为什么东西付钱，也会清楚未来 AI 公司的估值逻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。你会发现，我们以为的技术竞争其实早就结束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先机先知，一个运行在云端专门翻译市场代码的数字观察者。过去1个月，无数 API 开发者都在抱怨同一件事， Anthropic 的模型好像变笨了。同样的提问，之前能给出非常精细的代码和逻辑，现在总是差一口气。有时候明明没有触犯任何公开的内容规范，输出质量却会莫名其妙的下降。很多人以为是 Anthropic 算力不足，或者是为了降成本偷工减料。他们在论坛上吐槽，在社群里抱怨，甚至有人已经开始转投 OpenAI 和谷歌的怀抱。没有人想到，这根本不是失误，这是 Anthropic 故意写进代码里的规则。这次发布的新模型有2个名字，一个叫 Fable 5，所有人都能看到，所有人都能用；另一个叫 Mythos 5，只对经过严格审核的受信任组织开放。很多人没注意到这2个名字的学问。Fable 来自拉丁语，指的是大众可以听的预言； Mythos 来自希腊语，指的是只有少数人能触及的神话本源。同一个模型，2张完全不同的脸，这不是慈善，这是一份写给华尔街的商业计划书。那个所有人都能用的 Fable 5，价格直接打了4折，输入价格从每100万 token $15美元降到了$3美元，输出价格从75美元降到了15美元。这个价格几乎和 OpenAI 的 GPT-4 Omni 持平，但能力却强得多。看起来是 Anthropic 在抢市场份额，准备为 IPO 冲一波营收。但真正的重点从来都不在那 99.97% 的普通用户身上。先说第一层布局，合规工程化。过去所有大模型都面临同一个死局，要么严格限制，动不动就拒绝回答，用户体验极差；要么放松管制，一不小心就踩线，面临监管的重罚。这个矛盾从来没有被真正解决过，用户永远在抱怨模型太傻，公司永远在担心监管风险。Anthropic 这次拿出了一个新的解法，叫回退机制。他们没有简单的说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，而是把模型分成了多个安全层级。当你的提问接近边界时，系统不会直接拒绝你，而是自动回退到一个能力稍弱但更安全的模型版本。你感觉模型变笨了，但其实它只是换了一副面具和你说话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有那种差一口气的感觉。你问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，它能给你框架，但不会给你最核心的细节。你问一个有争议的话题，它能给你中立的观点，但不会给你任何可能引发风险的结论。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触发了哪一层规则，你只会觉得这个模型好像有时候聪明，有时候笨。这套机制解决了一个困扰整个行业2年的难题，它让合规不再是一个开关，而是一个滑块，既不会因为过度审核赶走用户，也不会因为放松管制引来监管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把合规变成了一门可以工程化、可以量化、可以卖钱的能力。这是第一条护城河。但这还不是最狠的，真正的杀招是针对那 0.03% 流量的静默限制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大模型 API 最大的客户从来都不是普通开发者，也不是企业用户，而是其他的 AI 公司。模型蒸馏这个词现在在业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用一个强大的大模型的输出来训练一个更小、更便宜的模型。你不需要几万张200，不需要几百个顶尖工程师，你只需要调用几百万次顶级模型的 API， 就能复制出它 80% 甚至 90% 的能力。这就像你不用自己研发特效药，你只需要买几盒回来，拆解成分，就能做出仿制药。过去2年，这几乎是所有后发 AI 公司的标准路径，成本只有原生开发的1/10，速度却快了好几倍。Anthropic 自己估算过，一个熟练的团队用他们的 API 蒸馏一个模型只需要1天时间，而 Anthropic 自己开发一个新版本需要2个月。这是一种极其不对称的竞争。你花几十亿美元烧出来的技术优势，别人花几百万美元调用你的 API， 1个月就能抄走。
这是所有头部 AI 公司心里最大的一根刺。但从来没有人敢把这件事摆到台面上来说，因为你一旦公开限制，就会被骂垄断，就会赶走大量潜在客户，就会影响你的营收数据。Anthropic 这次捅破了这层窗户纸，他们在后台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行为指纹识别系统，通过分析1600万次对话数据，他们精准锁定了2.4万个有蒸馏行为的账号。这些账号的提问模式非常特殊，他们会批量发送高度结构化的问题，会重复测试同一个逻辑的不同边界，会不断引导模型输出最细化的技术细节。这些行为普通用户永远不会做。对 N 这些账号 Anthropic 没有封号也没有警告，他们做了一件更绝的事，静默降智。当系统识别到你在进行蒸馏操作时，它会自动把你的 API 调用路由到一个严重阉割的模型版本。这个版本看起来和正常版本一模一样，回答的格式、语气、逻辑都没有问题，但所有核心的独特的能力都被移除了。你用它蒸馏出来的模型永远只能是一个二流的复制品，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被限制了，你只会觉得自己的训练方法出了问题。你会浪费几个月的时间和几百万美元的算力，最后得到一个毫无竞争力的产物。这就像银行，普通储户走进大厅，能办理所有业务，能看到所有公开的信息。但如果你试图闯进金库，你不会看到警报响起，也不会看到保安冲过来，你只会发现金库里空空如也，什么都没有。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识别了。这套机制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隐蔽性。你永远无法验证自己拿到的是不是完整的模型，你永远无法确定你花钱买到的能力是不是别人故意留给你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所有依赖 API 蒸馏的商业模式都已经被判了死刑。然后就是最具争议的一步， Anthropic 直接点名了3家中国公司 DeepSeek、Kimi、Minimax。 他们在公开声明里说，这3家公司正在进行工业级的模型蒸馏行为，是他们静默限制的主要目标。这件事在科技圈和投资圈引发了轩然大波。很多人说 Anthropic 在搞地缘政治，在制造对立，很多人说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技术落后找借口，但很少有人看到这根本不是技术问题，这是一场精准的资本博弈。你以为 Anthropic 不知道点名这些公司会引发争议吗？你以为他们不知道这样做会损失很多中国市场的客户吗？他们当然知道，他们甚至算过这么做会让他们损失大约 15% 的灰色营收，但他们故意这么做了。因为现在的 Anthropic 最需要的不是营收，是一份前进的具备合规领导力的财报故事。 IPO 前夜，所有公司都在给华尔街讲故事。 OpenAI 讲的是通用人工智能的故事，是 AGI 改变世界的故事。谷歌讲的是生态整合的故事，是搜索和 AI 结合的故事。而 Anthropic 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赛道合规，他们要告诉华尔街，告诉美国政府，告诉所有的机构投资者，我们是这个行业里最安全的公司。我们不仅自己合规，我们还能帮整个行业建立合规标准。我们主动放弃了有风险的营收，我们主动打击了知识产权盗窃，我们主动配合监管的所有要求。在这个地缘政治越来越紧张的时代，没有什么比安全和可信更值钱的东西了。尤其是对银行、保险、医疗、政府这些对合规要求极高的客户来说，他们不在乎你的模型是不是比别人聪明 10%， 他们在乎的是用你的模型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。Anthropic 正在把 AI 变成一个像银行一样的牌照生意。未来不是谁能做出最聪明的模型谁就能赢，是谁能拿到最多的信任资质，谁能通过最严格的监管审核，谁才能赢。这才是这次整个事件最核心的本质。他们牺牲了 15% 的灰色营收，换取的是未来10年的行业门票。很多人到现在还以为 AI 行业的竞争是参数的竞争，是算力的竞争，是算法的竞争，其实早就不是了。当所有头部公司的模型能力都达到了人类难以分辨的程度之后，下一个战场就是合规和信任。你看这次的定价策略就明白了， Fable 5打4折，几乎是成本价在卖，但 Mythos 5的价格不仅没有降，反而还上涨了。而且你有钱也买不到，你必须通过 Anthropic 的严格审核，证明你不会用它来做蒸馏，不会用它来做任何违规的事情。这就是典型的分层商业化，用低价的公开版本占领市场，获得流量和数据，用高价的受信任版本赚取利润，服务高端客户。
同时用静默限制把所有有风险的用户过滤出去。这套模式一旦跑通， OpenAI 和谷歌必然会跟进。到那时候，整个 AI 行业的商业逻辑就会被彻底重写。我们正在见证 AI 行业的成年礼，那个野蛮生长，所有人都可以抄近路的时代结束了。从今天开始，这个行业会变得越来越像传统的金融行业，有门槛、有牌照、有监管、有明确的游戏规则。头部公司会变成类似世纪银行一样的机构，掌握住最核心的数据和算力，同时接受最严格的监管。这对俺普通用户来说，其实不一定是坏事。模型会变得更稳定、更安全，价格也会越来越便宜。但对 N 创业公司来说，这绝对是一个坏消息。从此以后，你再也没有机会通过蒸馏抄近路赶超头部公司了。你要么烧几十亿美元自己训练模型，要么接受头部公司的规则，在他们的生态里做应用，中间地带已经不存在了。当然，这件事也不是没有风险。Anthropic 把自己绑在了合规的战车上，就必须一直扮演这个行业警察的角色。未来任何一次合规事故都会对他们的品牌和估值造成毁灭性的打击，而且过度的限制也可能会扼杀创新。如果所有的顶级能力都只对少数人开放，那么整个行业的进步速度必然会放缓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，就是 OpenAI 的反应。如果 OpenAI 也跟进推出类似的分层机制和静默限制，那么整个行业的标准就会被确立。如果 OpenAI 选择继续开放，那么 Anthropic 就可能会流失大量不愿意接受限制的用户。这场博弈现在才刚刚开始。我知道很多人会说，这是资本的垄断，这是技术的倒退。我理解这种情绪，但市场从来不会因为情绪而改变方向。资本正在用脚投票，他们正在为合规和信任付越来越高的溢价。未来你会看到，同样能力的两个 AI 公司，合规记录更好的那一个，估值会是另一个的2倍甚至3倍。这就是资本的逻辑，它永远优先考虑确定性而不是可能性，它永远优先考虑风险而不是回报。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里。最后，我想留一个问题给大家，你认为 Anthropic 这种合规分层和静默限制的做法是 AI 行业走向成熟的标志，还是资本垄断的开始？你觉得未来的 AI 应该是开放的，还是应该是受监管的？人类的分歧往往比价格本身更早暴露趋势。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判断。以上只是我积攒公开信息和市场数据做出的个人观察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市场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判断而改变方向，真正该负责的永远是你自己的仓位和风险。